我是训狗师，能听懂狗说话。一位孕妇带着一只想吃人的阿拉斯加来找我帮忙。我家球球咬伤了3个小孩，5个老太，你能帮我训练一下吗？女士，这条狗留不得，它想吃人，建议安乐死。女人一听，瞬间急了。我养了它8年，它可是我的儿子，怎么可能吃人？你怎么这么残忍？我平时连打都舍不得，你现在让我杀了它？你是说它咬过3个小孩和5个老太，你也没打过它？本来是想打的，但看它一脸无辜样，又舍不得。咬过人的狗具有不可预测的风险，况且它还咬过8个。师傅，我家球球可乖了，平时也不乱叫，一定是那些小孩吓到它了，它才会攻击别人的。你看，它从来就不咬我，而且它长得这么可爱。球球蹭的一下起身，看着足足有1人多高，一只50公斤，体型巨大、常有獠牙的阿拉斯加，只因为一身毛茸茸，就可以被女主人毫无防备地抱在怀里。孙燕女士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是求你了，球球对我真的很重要，他平时对我可好了，只要我在身边拉住他，他就不会再咬到别人了。只不过我现在怀孕了，拉不动他了。你不是训狗师吗？就放在你这边教育一段时间，等我生产完我再把它带回去，费用我出双倍。我看了一眼女人的肚子，小腹隆起明显，大概5、6个月的样子。行吧，狗留在你身边也不安全，就先放在我这儿吧。女人付钱后高兴地离开了，我却立马冷了脸。小王，给我准备个最结实的铁笼。一般的狗来到陌生环境，尤其是遇到我，都会害怕而犬吠。今天我盯着这条狗看了很久，企图通过它说话来判断我心中的猜想是否正确，它却从未开口。兵哥，这狗什么情况？先关着饿一晚再说。此时，这条被主人视为可爱温顺的球球，正龇着獠牙警惕地巡视周围一切。有些人还是太小看犬科动物的野性了。小王是我招聘的唯一徒弟兼员工，此时他正拿着宠物零食，准备将球球轰进笼子。球球，快跟我来！球球不仅不吃，还很谨慎地后退了一步。你们想抓我？看来这条狗开了智。开了智？这是什么意思，兵哥？你先戴上防狗咬手套。我跟小王2人合力，才将狗关进了铁笼。听说过超雄吗？这个我知道，恶魔基因天生坏种吗？大部分的狗虽有好斗基因，但也能调教，知道人与狗的阶级之分。但这条狗就是天生坏种，难以驯服。更可怕的是，它的智商比一般的狗要高。我们这种骗狗的把戏，怕是对它没用。小王听完紧张地咽了一口口水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以暴制暴。第2天一早，我端着狗粮去狗棚喂狗，那些已经被我驯化的狗一看到我，老早就摇着尾巴又蹦又跳。是老大，老大来了，老大，我好饿。小黑，你慢点抢，别咬到我的老大，小心老大给你一巴掌。在所有狗当中，只有球球趴在笼子里一动不动，随后拿出一只香喷喷的烤鸡腿。小王，看好了。我边啃鸡腿边在这些狗面前停留。老大居然在吃鸡腿，要是我也能吃鸡腿就好了。放肆，那可是老大的鸡腿，你什么档次还敢惦记？不想活了？老大吃上鸡腿了，真好啊。这些狗虽然很馋，但由于鸡腿在我手上，它们也不敢上来抢。这就是阶级意识，我是老大，它们是狗。最后我走到了球球面前，他盯着鸡腿低吼，爪子甚至开始扒拉笼子。哥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猪开智了想吃人，这条狗也正琢磨着怎么把我和鸡腿一起吃掉呢。我从旁边抄起了一把铁锹，啪的一下拍在他身上。还敢想着吃人！我一边骂一边打，其他的狗都不敢吭声。你主人舍不得打你，就让我来教训你。人家给你一口饭吃，你就是个宝；不给你饭吃，你就是流浪狗。还敢咬人，还想吃人！在狗面前，你越是露怯，它就越会攻击你。多年以来，我身上已经练就了一种气场，一般的狗都不敢上前咬我，可这只狗对我的打骂都丝毫不惧。要不是收了孙燕女士的钱，我一定不会留它。小王，你管其他狗，求求我亲自来训。就这样，我训了球球将近3天，护笼子1个巴掌，咬其他狗降龙10巴掌，想咬人擒拿后一铁锹。这天，我正用铁锹狠狠地收拾它，起因是它突然从身后扑过来想咬我，结果这时孙燕女士突然举着手机冲了进来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快放开我的宝贝儿子！球球想攻击人，我们正在进行特殊训练。训练？你这分明是虐待动物！当初看你挺面善的，才把球球交给你，结果你居然用铁锹打他！女士，我们只是……够了！你们这2个恶毒的人，我已经把你们虐待球球的画面全部都拍下来了。要是不想曝光，赶紧把钱退给我，然后跪下来给我的球球道歉。我也是头一回听到这么无理的要求，但看在对方是孕妇，我也不好继续激怒她。孙女士，钱可以退给你，但是下跪道歉不可能，他毕竟只是个牲畜。他不是，他是我的儿子。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，大部分的狗对人是友善的，但是球球是特殊的狗，难道你不记得他已经咬了8个人吗？那是他们活该。那几个小孩大喊大叫，吓到我家球球了，还有那几个老太走路不长眼，踩到球球的尾巴了，他才咬人的，这是自卫，你懂不懂？至此再跟他争辩已经没有用了，我把先前的2万块又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。我要的道歉呢？给你道歉可以，给狗道歉不行。小王，送客。说完我转身就走，没走2步，
我突然感觉后脖颈一阵闷痛，再转身一个铁锹劈头盖脸砸下来，还好我反应敏捷，这一下我躲开了。小王上前去抢夺，却不敢太用力，谁也不想跟个孕妇有过多的拉扯，毕竟闹出人命，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。你这女人疯了！你打在球球身上的，我替他还回来。最看不惯你这种打狗的人。说完，他解开了球球的绳子，牵着他就往外走。儿子不怕，我们回家。此时我院子里其他的狗全部沸腾了。这女人居然敢打我们老大！别拦着我，我要咬死这个女人！小黑，你胆子挺大，你没看见他身边那条疯狗，你打得过？哼，他疯起来连自己主人都咬，这号算是练废了。球球转身，眼睛里闪着寒光，其他狗瞬间闭嘴。出于良心，我最后提醒孙燕女士，你现在有身孕，这狗不建议你养在身边。将近100斤体重的狗，对于你来说就是一头野兽，万一哪天对你，到时候就来不及了。你咒我呢？我告诉你，他对我好得很，你别造谣了，我真怀疑你的专业水平。你不会是骗子吧？老早就想杀掉我的狗，然后卖狗肉赚钱。你等着，我一定要曝光你，让你做不成这行。等你哪天给球球下跪了，我再考虑要不要删掉。做完这些，他牵着狗扬长而去。走到大门口时，球球开口说话了：哈哈哈，饿了3天了，这下终于能好好尝尝孕妇的味道了。听到这话，我瞬间惊出一身冷汗。哥，你没事吧？这女人真是听不懂人话。我从小皮糙肉厚，这点力度还不至于要我的命，她的命就不一定了。怎么说？这条狗已经拥有了习得性攻击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他认为只要咬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。下次他使用牙齿的门槛就会越来越低，起因也会微不足道，比如主人的一声呵斥，甚至是呼吸。尊重他人命运吧。孙燕的视频很快就在网络上发酵了，如此有争议的话题，引得很多爱狗人士找到了我们的院子。为了泄愤，他们向院子里扔臭鸡蛋，朝我门口泼红色油漆。我训狗的视频配上事实不符且夸大的文案，网络舆论全都倒向我。之前把狗放在我这里教育的人，也全部把他们牵了回去。现在院子里只剩下2只我收养的流浪狗，小黑和小花，生意就快做不成了。但很快事情就有了反转。哥，出事了！小王将手机递给我，一则新闻视频映入眼帘。A 市幸福小区一孕妇将宠物狗阿拉斯加带入电梯内，电梯运行后，宠物狗突然失控咬向主人，孕妇情况危急，已经送入医院抢救。经调查，这条狗名叫球球，此前已有多次咬人经历，还请各位养狗市民出门遛狗牵好绳索，防患于未然。视频里，那孕妇浑身是血的倒在电梯里，这条体型巨大的阿拉斯加就趴在她身上撕咬，像极了野狼猎食。尽管有些地方打了码，但场面依旧触目惊心。后续消防和医护人员都来了，这条狗依旧见人就咬，导致伤者众多。我十分淡定，这样的结果对我来说并不意外。早就提醒过他，这狗不能留，不听就算了，还打人，害得我工作都要丢了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恶人自有天收，真是活该。评论区里，网友们纷纷发表言论。这要是我的狗，我直接做成狗肉堡。楼上的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小心点，大波爱狗人士马上就来了。这狗看着挺可爱的，居然咬人这么狠，还好电梯里没别人。妈呀，杀到我小区了！下次出门我得离这些狗远点。我家狗有次护士想咬我，我直接一脚，后来再也没护士过。要我说咬人的狗不能留，生命毕竟比狗重要。说得对，该打还是要打，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。怀孕了还敢养这种大型犬，牛掰！看着这些评论，我眼珠子一转，瞬间有了个好主意。小王，配合我拍个视频，你的工作保住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训狗师彬彬，你们口中的恶毒训狗师。今天我将对网上不实的言论进行回应。关于最近热议的宠物狗袭击孕妇事件，当事人就是我的顾客。随后我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，包括孙燕对我辱骂和殴打的监控，我也全部放在视频里面。对于虐待宠物狗这点，我不认可。请问你们小时候被父母打过吗？犯错挨打，连人都能接受，为什么放在狗身上就变成了虐待？况且这条狗已经咬过8个人，已经具备了习得性攻击。人是高维度生物，想要驯服一条狗，应该。我找来小黑跟小花当我的小演员，还请了小王当助手。我将平时专业训狗的过程保存剪辑了下来，并配上了详细讲解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狗是宠物，也是猛兽，它永远有不可控制的一面。如果你的狗出现顶撞主人、护食护笼等状况，一定要提前进行干预，否则就会造成新闻里的局面。在双重热度的加持下，我的澄清视频也很快获得了大量的关注，故事反转，吃瓜网友也越来越多。我不仅洗清了自己的冤屈，后台还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，支持你大哥，我奶奶就是被他家狗咬伤的。彬彬哥，我家泰迪护食厉害，能送过来你这吗？我家柯基一碰它就咬人，能驯吗？咱地址在哪？我带狗去找你。看着这些留言，我一一回复发来。在网上火了以后，我做起了自己的账号，每天更新训狗日常，科普养狗小知识。由于我的训狗方式简单粗暴，直击狗性，很快就获得了不少粉丝。个人主页上，我只留下一句话：上天派我整顿狗圈。我们小小的院子，每天都能收到很多不服管教的坏狗。很多客人来到我这里探查工作，都会问我一句话：李师傅，我家狗养了几年都不亲我，
为什么到你这才3天，就这么听你的话？我看了一眼正在啃骨头的小花，因为他不想死。这么大的话，还会跟主人亲吗？你爸打你后，你不照样得叫他爸？小花过来！听到我的喊声，他立马屁颠屁颠的跑过来，趴在我脚边。老大，我来了。看到了吗？这是我打的次数最多的狗。客人点点头，满意的将狗交给了我。其实训狗很简单，犯错就狠狠打，表现好就奖励，一个巴掌一个枣，交替即可。你得让他知道你的力气和手段，知道你的位置比他高，这样他就知道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。要是事事都惯着，他会觉得你怕他，离不开他，然后他对你越来越肆无忌惮。哥，这个月业绩又提前达标了。小王兴冲冲地拿着客户表给我看，这个月我们的经营力已经翻了好几番。1个月后，我家院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，一旁啃骨头的小黑差点咬到自己舌头。我去，是哪位道友在渡劫？吓我一跳！我闻到了熟悉的味道，是那个女人，快一级戒备！收到，看我这次不咬死他丫的！哟，孙女士，真是稀客！哎呦，你居然没死，还带帮手来了。孙燕的身边站着一个魁梧的男子，刚才就是他踹门的。被疯狗咬成那样，还敢跑到这里来？这里的疯狗现在可不止一个，你准备献祭你哪个部位？你个垃圾，你还我孩子！说完，他一瘸一拐地走向我，看来这条腿就是被球球咬瘸的。都怪你这个垃圾，教坏我家球球，不然他怎么会咬我？害得我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了。你现在必须赔钱20万，不然我就去告你。关我什么事？谁咬你找谁去？你还敢提球球？都怪你！现在他被安乐死了，你高兴了，你的目的达到了。此时的孙燕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旁边的小花兴奋极了。小黑，你看，这女人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都会喷水，好神奇啊！听到小花这句话，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孙燕更加愤怒。你还笑？肯定就是你教球球咬我的。我居然有这么厉害吗？那你不得给我颁个奖？孙燕转向身边魁梧的男子。老公，你看他都这样了，你还不揍他吗？老婆，打人不好的，不是说好来要钱的吗？孙燕一巴掌扇在她老公脸上。还不快去！孙燕老公被打后有些发懵。好的。他快步向前，小王警惕地挡在我面前。我警告你啊，我们这里有监控，你要是敢打人我就报警。男人没敢动手，扭头用求助的表情看向孙燕。你个窝囊废！说完，他一瘸一拐地抄起我的铁锹，3两下就把我的监控打烂在地。现在没监控了。说完，瞬间抽出一把尖刀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那刀竟闪着寒光。疯女人，杀人是犯法的，快住手！差点忘了告诉你们，我有精神病，就算杀了人，警察也不会拿我怎么样。今天他必死，我要你下去给我的孩子和球球陪葬。孙燕头发凌乱，时而哭时而大笑，我眼底闪过一层阴悚。精神病？那简直太巧了，我这笼子里的几条藏獒也有精神病，要不你们比较一下，刚好咱家监控还坏了。说完，趁孙燕一个不注意，我踢掉了他手里的刀。小王，放狗！小黑兴奋地乱叫。我的牙齿已经饥饿难耐，老大，放我去咬，我也有病。你有什么病？中二病。得了吧你还没人家球球大呢，他会怕你，还是让我们藏獒大哥上场吧。此时，笼子里的藏獒发出嘶吼，声音如闷雷一般，穿透力极强。咔嗒一声，铁笼被打开，周围的空气似乎瞬间凝固，紧随而来的是可怕的寂静。2只藏獒前腿伸出笼子的一瞬间，野性与腥臊的气味扑面而来。藏獒的动作极慢，身上浓密粗硬的鬃毛散发着冰冷。孙燕被吓得瘫软在地，裤子也湿了一大片。孙燕惊恐地大喊：老公，你傻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扶我起来！孙燕被男人扶着，2人屁滚尿流地逃走了，连地上的刀都来不及捡。我冷冷地看着远去的2人，这也不像精神病吗？居然还知道跑。哥，报警吧。我点点头。由于并未造成实质性伤害，孙燕只被警方拘留了15天，赔了500块钱。有了上次的教训，我立马聘请了8位彪形壮汉，一来可以帮我训狗，减轻我的压力；二来还能当个保镖，震慑某些小人。现在在网上除了发视频，我还会直播连线，每天都能遇到各类不服管教的狗，有身小胆大的邪恶泰迪，见人就喘，碰人就咬，也有养了10年的二哈，咬了家里小主人一脸血。哪怕是公认的温顺犬拉布拉多，也有在主人喂食时龇牙咧嘴的情况。对于这些案例，我只有一条建议：打得还不够狠。起初，网友还对我的话嗤之以鼻，但当我将这些驯服好的狗成功送回主人家里以后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中午，我刚结束直播，准备去喂狗，却发现一向贪吃的大馋狗小黑趴在笼子里睡觉。小黑，快起床，今天有你最爱的鸡腿。小黑哼唧一声，没有起身。我察觉到不对劲，将小黑抱起来，发现他嘴角流出了一些白色的泡沫。小黑，你吃了什么东西？小黑已经没有力气回应我，一旁的小花蹦得老高。小花急切地对我说：老大，快救救小黑，他好像快要死了。见状，我对小王大喊：小王，快开车送我去最近的宠物医院。一路上我都在不停地呼叫小黑，防止他睡过去。小黑虚弱的哼哼唧唧。我好像看见我太爷爷了。
将小黑送到宠物医院后，医生对他进行了洗胃。他中毒了，从他的胃容物里提取到了异烟强的成分。还好你送来的及时，再晚一会儿就没命了。我院子里的狗吃的都是同样的东西，到底是哪里不对劲？今天早上带着小黑出去溜了一圈，啥也没吃，就喝了几口井里的水。井水。待小黑打完针后，我立马报了警，警察很快就来了，并且从井水里提取到了异烟角。我一阵后怕，这口井供我们整个院子的人和狗食用。好在今天发现的早，员工还没开始打水进来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药对人来说就是一种抗结核的治病药，而对于狗来说却是毒药。要是没有小黑的以身试毒，恐怕今天这整个院子的小狗全都要中毒。警察带我去做了笔录。最近有什么仇人吗？最近没有，之前有。不得不说，生在网络发达的时代就是好。才不到半天，警察就通过监控查到了投毒者，正是孙燕的老公。虽然最后进去的是他，但是我知道一定是孙燕教唆的。这女人害了自己肚子里的孩子，又害了自己的老公。有的人啊，总喜欢把狗当人，把人当狗。为了一只咬人的阿拉斯加，居然做到这种地步。孙燕被通知来警局时，她看向我的眼神锋利的像一把刀。我抱着小黑朝她笑了笑。坏事做多了，小心遭报应哦，孙女士。精神病也一样，小黑养了几天，又能像以前一样活蹦乱跳，毛色也鲜亮不少。小黑得意的摇尾巴。老大，这几天对我可好了，天天给我夹鸡腿，嘿嘿。你丫的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日子在一天天继续，我的训狗方法也被更多人所接纳。我很满意自己的现状，虽然总是会有不听劝的铲屎官，但我只希望这世上能少发生一些狗咬人的悲剧事件。这天我刚打开手机准备直播，就发现有好多粉丝艾特我去看一个视频，新闻标题为一宠物博主为博取流量，用奇葩造型吓自家宠物狗，结果狗应激后疯狂撕咬，该女子已送往医院，医生诊断为2级伤残，面部毁容严重，手指残缺，并伴随多种并发症。怀着一颗好奇的心，我搜索了这个宠物博主，正是孙燕，她的 ID 名为驼宝日常。视频里全部都是她跟那条德国牧羊犬的日常，大多数都是监控视角，例如狗狗半夜帮妈妈盖被子，打雷的时候狗狗一把护住妈妈。这样的暖心视频让无数网友羡慕不已，还表示自己也想养这样一只大狗狗。其中有一个主人戴马头面具吓狗狗的视频火了，他又连续拍了好几条，最终才酿成了惨剧。看完新闻后，我推掉直播，拍摄了一条视频。女人和小孩千万不要养大型犬，狗会通过嗅觉判断人类当前的身体状况，你以为它是喜欢你的味道，实际上它是在判断能不能打得过你。而女人与小孩气场较弱，震慑不住大型犬类。你们看到的大狗狗与女主人温馨的画面全部都是摆拍，不要被这些表象所迷惑，否则就可能会跟这个博主一样造成不可逆转的惨剧。狗是宠物，也是野兽，